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大米老生米虫，不要扔！卖米老板呢，教我一个好方法，2分钟米虫全跑光。大米生虫呢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，我们只要去除米虫和它的代谢废物，再把米淘洗干净了，大米是可以正常食用的。大米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必不可少的主食之一，无论是什么好菜，都可以配上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。所以每家每户平常呢都会囤上一些大米，但是大米一旦放久了之后，就会出现米虫。有些朋友一看到大米里面长了米虫，就会把大米放到太阳底下暴晒。其实这个方法呢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，这样会适得其反。米虫有避光性，阳光暴晒下，它就会躲到米粒的中间不出来，然后呢迅速繁殖，这样大米中的虫子只会有增无减。下面我就来教大家正确的做法。方法1：大蒜驱除法。大蒜是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一个调味品了，像平时炒菜、炒饭的时候呢，丢上2颗蒜，炒出来的食材瞬间香气四溢。北方的朋友更是一半接一半的生吃。其实大蒜不光好吃，还有着非常棒的作用，就比如用它来驱除米虫。具体怎么操作呢？一起往下看。我们先将大蒜掰成一半一半的，再用刀将其拍一拍，这样更有利于大蒜的气味散发出来。接下来就把大蒜直接插入大米里边，那就可以了。每2分钟，米虫就会自动跑光光了。不过这一步操作呢，最好是在室外，不要让米虫满家爬。大蒜可以很好的防止大米里面长虫，是因为大蒜散发出来的气味是米虫非常讨厌的。因为大蒜是一种有刺激性气味的食材，虽然这种气味呢我们很喜欢，但对于米虫来说是很讨厌的。把大蒜埋在大米里边，这些虫子呢就会被大蒜的气味给驱赶了。这种方法适用于米虫非常多的情况，会很快见效。那如果大米里面的米虫不是很多，就偶尔1-2只，我们还可以将大蒜一整头的放进去，这样既可以驱除米虫呢，还能够保存大蒜呢。因为大蒜非常容易发芽，我们把它埋在大米里边，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发芽了。所以除了这样一半一半的放在里边，我们也可以将买回来的大蒜一整头的放进去。因为大米里面环境比较干燥，可以抑制大蒜发芽哦。到了大蒜容易发芽的季节，大家不妨试试这个方法，一举两得。方法2：自制驱虫包。如果家里的大米非常的多，成百上千斤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自己制作一些驱虫包。这里准备1只干净的一次性口罩，我们剪掉其中一头，这样口罩就形成了2个小口袋了。我们都知道口罩是无纺布结构，拥有着非常好的透气性，用它来制作驱虫包，气味呢就特别容易散发出来。我们往口罩的一边倒入少许的茶叶，另外一边呢我们放入少许的花椒，然后整理整理，再用刚刚剪下来的口罩耳绳将其捆绑起来就行。这个耳绳弹性非常好，所以捆起来很方便。记得捆扎的时候多扎几遍，这样才会更加的牢固。不然里面的花椒和茶叶洒落出来以后，淘米是会非常麻烦的。所以做好了以后，我们还要仔细的检查一下，看看会不会漏出来。检查无误后，一个驱虫包就做好了。如果大米是50斤或者是100斤一袋的话，就一袋大米里边呢放2个驱虫包。怎么放呢？就最底层放上1包，拦腰处再放上1包即可。把这个驱虫包埋在我们的米里边，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去米虫的功效了。而且它不仅仅可以驱除米虫，还能防潮哦。那是什么原理呢？
第一，我们在里边加入了茶叶，茶叶表面的胶质成分呢，就像活性炭一样，可以吸附我们米中的这个潮气，这样大米就算是在梅雨天气，也不容易受潮发霉。而花椒则可以去米虫，是因为它有一种自然的抗氧化物，具有特殊的香味，特别是新鲜的花椒，我们隔着几米远都能够清晰地闻到。花椒驱虫的原理和大蒜是一样的，小虫子对这种气味是非常敏感的，躲都躲不及，更别说靠近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放在米里边，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家里面的大米了。就算是放上2、3年了，都不怕会长米虫了。防止受潮和蚊虫，就算是陈米，吃起来口感也会和新米一样好吃。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如果驱虫包的气味比较淡了，就要及时的更换一下里面的材料哦。第3个方法，如果我们买的大米剩余不多，数量比较少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大米装到塑料袋里面。家里有自封袋的，也可以装在自封袋里更好。全部装进去以后，把袋子口打结密封，密封起来，防止里面的大米受潮，然后放进冰箱保存。由于大米呢是不怕冻的，所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和冷冻室呢都可以保存，哪里空间足就放在哪里。特别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，只要袋子密封的好，1、2年都不会变质。那如果你的大米已经生虫了，我们只要把它用保鲜袋分装好，然后放进冰箱的冷冻室，冷冻24个小时，这样就可以把米虫全部都冻死了。虫子冻死以后呢，洗的时候就会漂浮在水面了，可以快速的把虫子和大米分离开。另外，像家里的豆子杂粮，如果保存不好，也非常容易被虫子蛀空。我们可以把它装在家里的空塑料瓶里，放到冷冻室，这样可以很好的防虫了。取用的时候呢，也是比用袋子装呢更方便。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比较足，放进冰箱里保鲜的时间呢，可以更久。好了，关于驱除米虫的这几个方法，现在大家都了解清楚了吧？如果你家的大米也经常会长米虫，就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来解决吧。米虫比较多呢，就用方法1；大米量少，米虫多，就用方法3；大米量多，想要防范就用方法2。您记住了吗？学会了这几个方法之后，家里的大米就再也不怕长虫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